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季天气转暖，自然界的阳气开始生发，人体内的阳气也开始生发，春天养生应注意保护阳气。在精神上，暴怒和忧郁都会伤身，因此要保持心胸开阔、乐观向上的好心态。在饮食上，最好多吃些扶助阳气的食物，如韭菜、面粉、红枣、花生等。除了食补养阳以外，春季要保持阳气生发，就要注意时刻保暖。俗话说春捂秋冻，春捂怎么捂，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。具体来说，春捂要注意以下几点。首先要把握时机，许多疾病的发病高峰与冷空气南下和降温持续的时间密切相关。捂的最佳时机应该在气象台预报的冷空气到来之前的1到2天内。对多数老年人或体弱多病来说，当气温持续在15摄氏度以上且相对稳定时，则春捂可结束了。其次，要小心温差，当日夜温差大于8摄氏度时，春捂就是必不可少的。此外，捂着的衣衫不宜剪得太快，快速剪衣很可能出现一向单衫耐得冻，乍脱棉衣冻成病的情况。春季即使气温回升了，也得在5-7天左右，剪得过快有可能冻出病来，所以春捂7到14天比较合适。春天的气候干燥，风多雨少，要保持新陈代谢的平衡和稳定，对于人体来讲很难，从而容易导致生理功能失调，而致使人体大脑指挥失灵，引起上火症候。具体表现为咽喉干燥疼痛、眼睛红赤干涩、鼻腔热烘火辣、嘴唇干裂、食欲不振、大便干燥、小便发黄等。那么，怎样做才能防止春天上火，为自己的身体清火排毒呢？中医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把身体中的毒素排出体外。第一，要多喝水，水是最好的排毒载体。不要以为每天喝8杯水是件苦差，其实也可以少量喝果汁、汤水、饮料之类，但还需以喝水为主。另外，千万别等到口渴才去喝水，在工作的间隙喝杯水休息一下，提提神，接下去也就更有精神做工作，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。第二，改变饮食习惯，以天然食品取代精加工食物，新鲜水果是强力净化食物，菠萝、木瓜、猕猴桃、梨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多吃蔬菜、水果，忌吃辛辣食物，多饮水或喝清热饮料，促进体内炙热物质从尿、汗中排泄，从而清火排毒。第三，定期去除角质。肌肤表面的老化角质会阻碍毛细孔代谢毒素，定期去除角质可帮助肌肤的代谢功能维持正常运作。第四，蒸桑拿。每周进行1次蒸汽浴或桑拿，也能帮助加快新陈代谢、排毒养颜。蒸桑拿时要注意饮水，浴前喝1杯水可帮助加速排毒，浴后喝1杯水补充水分，同时排出剩下的毒素。在春天多吃些水果，可以吸收一些营养素，能够有效增强人体抵抗力，从而远离春季病。有心脏病史的人应该多吃葡萄柚。胆固醇过高严重影响心血管健康，尤其有心脏病史者，更要注意控制体内胆固醇指标。葡萄柚是医学界公认最具食疗功效的水果，其瓣膜所含天然果胶能降低体内胆固醇，预防多种心血管疾病。长期吸烟者应多吃葡萄，因为长期吸烟的肺部积聚大量毒素，功能受损。葡萄中所含有效成分能提高细胞新陈代谢率，帮助肺部细胞排毒。另外，葡萄还具有祛痰作用，能缓解因吸烟引起的呼吸道发炎、痒痛等不适症状。肌肉拉伤后要多吃菠萝，因为肌肉拉伤后组织发炎，血液循环不畅，受伤部位红肿热痛，而菠萝所含的菠萝蛋白酶成分具有消炎作用，可促进组织修复，还能加快新陈代谢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快速消肿，是此时身体最需要的水果。预防皱纹吃芒果。皱纹的出现是因为皮肤胶原蛋白弹性不足，
芒果是预防皱纹的最佳水果，因为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独一无二的酶，能激发肌肤细胞活力，促进废弃物排出，有助于保持胶原蛋白弹性，有效延缓皱纹出现。樱桃可缓解供氧不足。人容易疲劳在多数情况下与血液中铁含量减少、供氧不足及血液循环不畅有关。吃樱桃能补充铁质，其中含量丰富的维生素 C 还能促进身体吸收铁质，防止铁质流失，并改善血液循环，帮助抵抗疲劳。多吃柳橙可摆脱脚气困扰。体内缺乏维生素 B1 的人容易受脚气困扰，这种情况下最适合选择柳橙，它富含维生素 B1， 并帮助葡萄糖新陈代谢，能有效预防和治疗脚气病。草莓有去火、解暑、清热的作用，春季人的肝火往往比较旺盛，吃点草莓可以起到抑制作用。另外，因草莓维生素 C 含量很高，为减少刺激，最好在饭后吃。中医认为，立春后人体内阳气开始生发，如能利用春季，借阳气上升、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之机，采用科学的养生方法，对全年的健身防病都十分有利。而中老年人更需注重身体的保养，下面是中老年人春季养生的4不原则。原则1为不酸。春天饮食应省酸增甘，因春天本来肝阳上亢，若再吃酸性食物，易导致肝气过于旺盛，而肝旺容易损伤脾胃，所以春季饮食忌酸。酸性食物有羊肉、鹌鹑、炒花生、炒瓜子、海鱼、虾、螃蟹等。原则2为不静。春天自然界阳气开始生发，人体应该借助这一自然特点，重点养阳。养阳的关键在动，切忌静。春季空气中负氧离子较多，能增强大脑皮层的工作效率和心肺功能，防止动脉硬化。但是老年人春练不要太早，防止因早晨气温低、雾气，易引起感冒、哮喘、支气管炎等疾病。另外，锻炼前还应先轻柔地活动躯体关节，防止因骤然锻炼而诱发意外。原则3为不怒。春季是肝阳亢盛之时，情绪易急躁，要做到心胸开阔，身心和谐。因为心情抑郁会导致肝气郁滞，影响肝的疏泄功能，也使功能紊乱，免疫力下降，容易引发精神病、肝病、心脑血管等疾病。原则4为不旺。老年人本来阳气相对不足，而春天是养阳的大好时机，如情欲妄动而房事较频，会耗气伤精，进一步损伤阳气，因此老年人在春天应适当节欲。为了抵御春寒，人们通常会采取一定的防御和保护措施，比如出门戴口罩、喝白酒御寒等。殊不知，这些单凭经验的做法常是养生的陷阱。陷阱1，有的人认为只要出门戴上口罩就可以防止冷空气，预防感冒。其实，人体的耐寒能力应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，若完全依赖戴口罩防冷，会使机体变得娇气，不能适应寒冷的天气，正邪相争于表，从而也会感冒。陷阱2，脸部被寒风吹得麻木后，便用热水来洗脸，以使面部迅速升温。人的面部在冷空气刺激下，汗腺、毛细血管呈收缩状态，当遇上热水时会迅速扩张，就容易使面部产生皱纹。因此，建议用比体温稍低的温水洗脸，使气血运行慢慢恢复正常。陷阱3，饮酒御寒。饮酒后，酒气上攻，浑身发热，是酒精激发体内热能的结果。但若发散太过，胃阳不足，容易导致酒后寒。陷阱4，手脚冰凉用炉子烤。手脚冰凉时用炉子烤，通过热力的作用，能使局部气血流畅。但当手脚冰凉的时候，马上用炉子烘烤，会造成血瘀，进而形成冻疮。因此，冰凉的手脚应先轻轻揉搓至皮肤表面变红时，再移到取暖器旁或放入热水中取暖，使其慢慢恢复到正常温度。陷阱5，皮肤发痒，用手使劲抓或用热水烫。
中医认为热微则痒，风邪克于肌表，引起皮肉间气血不和，遇而生微热则致痒。这时用手使劲抓或用热水烫，不仅容易损伤皮肤，且止痒作用有限。正确的防痒措施是多饮水，多吃新鲜蔬菜、水果，少吃酸辣等刺激性的食物，同时要经常用温水洗澡，保持皮肤清洁。